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洞见频道。我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中银香港整个的开户的完整的流程以及所需要的步骤，还包括最后我将拉出开户完成之后的所有的证明文件以及文档，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如果有兴趣的话，希望能看到最后。下面我接着跟大家介绍中银香港开户的流程。由于之前我拍过一期视频，那期视频里面主要是说自己在招商永隆银行以及中银香港跟柜台小姐姐沟通、跟理财经理沟通的整个的流程，但是那个视频中间没有补充任何文档，我觉得今天有必要补充一下。中银香港的开户有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去预约，预约到了之后，然后线下在香港的所在的分行进行开户，这是预约开户。第二种情况，假设没有预约到，那人可以直接去香港，去香港之后连上香港本地的 WiFi，还有定位在香港，利用手机进行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再到香港的分行进行线下的验证，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最差的一种方式就是自己直接扑到中银香港的分行，在那边去现场拿号，看看有没有机会。我的情况是线上预约没有预约到，第二步是提前在香港找了一个 WiFi， 最后人脸扫描验证那一步死活过不出去，不得已在香港的分行排号，结果拿到号了，现场去验证的。如果说自己人在香港的话，那么在应用市场里面下载中银香港的 BOCHK 应用就行了。整个的开户流程只需要这一个应用就行了，不必要下载 BOC Pay， 因为 BOC Pay 那个应用是用于付款的，这一个应用是用于开户的。安装完了程序之后，我们会进入到这个页面，直接点开立账户。这儿的选择是我身处内地，已完成大湾区分行见证，并继续跨境开户。那这一部分是指使用于大湾区的居民的，跟我们无关。所以普通人来说，在这儿选的话，应该选身处香港，现时未持有任何中银香港个人或联名账户。证件类型我们必须选居民身份证。如果是说我们是进入香港的 WiFi 以及 GPS 定位开立的话，可以选我在分行。如果是通过现场去排号拿到号之后，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我正在分行。实际上这两种账户的开立方式稍微有点区别，我不在分行必须是线上完成验证的，但是我正在分行的话，它没有线上完成验证的这一步，我就是线上完成卡住了，所以我才排号的。如果是自己连 WiFi 的话，我建议一下，可以在中银香港附近试着蹭一蹭有没有中银香港的 WiFi。如果 WiFi 连到中银香港的 WiFi 上，而且是免费 WiFi 的话，又是中银香港的内网，开户的速度会快很多。我吃亏就是吃在我在外面连 WiFi 的时候，那个 WiFi 也有问题，最后视频验证也有问题，所以不得不放弃。最后是我正在分行去完成验证的。等这一步完成之后，
选证件的类型，综合理财服务，一般选自在理财就好了，只需要维持综合理财总值达到人民币1万以上。如果是自己选的其他理财，假设是说几个月自己账户里面的日均资产总值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的话，它会自动降级的，不会去扣费。中银香港这一点还是比较好。产品的服务和条款，这当然是要同意啊。如果是自己不在中银柜台上开户的话，会需要出入境记录。这个记录的话，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查自己的出入境记录，并且把 PDF 文件下载下来。这一个出入境记录，把这个出入境记录待会儿需要上传到开户的步骤中去。上载文件就选刚才国家移民局出入境小程序的下载的文件就好了。但是如果是自己在柜台开户的话，实际上不需要出入境小程序了，因为你手上拿着就是过关小票，柜员会亲自验证的。现在就身份证验证，身份证要拍它的正反面，人脸识别，港澳的来往通行证，然后手机号、密码。开户的用途，当然选，储蓄或者发行。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脸识别那一块一直过不去，所以后面的这些流程我是没办法过去了，我只能在网上参考别人的截图给大家看一下相关的流程。开户用途一般主要是储蓄和投资，因为我们不是香港的工作人员，没有薪水这一说，只能选其他的选择。下面希望如实的去选就好了。在香港投资一般是定期外汇啊、证券啊。如果说自己的投资经验非常丰富的话，可以选一些结构性产品和衍生工具。职业信息，还有有效的电子资料。自我证明一般是中国的税务居民。这个时候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假设是说我们有美国的 ITIN， 就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号或者其他国家的税号，但是我们并不是当地的税务居民，所以我们的身份还是中国的税务居民，是没有问题的。在整个的开户过程中间，自己不需要去填其他税务居民身份，也不要像柜员小姐姐来表明我还有其他的税务居民身份。如果是表明之后自己又不是税务居民身份的话，到时候很可能开户被拒，然后自己又解释不清楚。美国的税务居民身份，那一定是在美国长期居住或者拿到美国的 SSN 才会有的，要么就是自己有欧盟的国家绿卡，欧盟的一些永久居留证之类的，也许有欧盟国家的税务居民身份，单纯的只是中国居民的话是没有的，这一点请千万要注意。香港这边的开户实际上跟美国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自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身份的话，因为美国有个长臂管辖权嘛，它需要对全球的资产都需要征税了。如果是自己仅仅是税务居民的话，就不要说平均交易次数、收付形式以及收付渠道，这一些都是按照规则去填，填完之后，后面要确认自己跟中国银行、香港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电子月结单可以选中文和英文，这一部分尽量去选电子版本，因为我们没必要每个月接纸质的版本。登记发行账户千万不要去选这一步，就是工资卡。我们如果在内地工作的话，没必要拿香港的银行卡当做发工资的卡。这是中银香港给你推销一些信息，问是否同意，在这儿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
一直到这一步的时候，就相当于自己人在香港，然后线下开户之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这时候就可以随时到中银香港的网点去让柜员去做线下的 KYC 认证了。但是这个认证过程就特别简单，像我的话是在线下柜台，就是人在分行的时候只是填了一些信息，差不多，但是没有人脸识别这一块。填完之后就等着排队叫号了。我在线下排队叫号叫完之后，会给我这2张纸，它的开户流程呢是下载 BOC HK 的应用程序，下载完了之后就是主页开立账户，点选证件类别，胜出香港，点选即时开立人在分行，扫描二维码开户，然后点下一步扫描身份证，这一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电话号码、用户名、输入地址，等这些完成之后，就可以排队叫号，等着柜员小姐给你开户了。这一步跟人不在柜台的主要的区别就是没有人脸识别验证那一步。如果我第一步做完之后，这里面就会提醒需要的证件，然后如果是带身份证的话，一定是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一起使用的。户口的用途就是开立这个账号之后要用于什么？当然我们只是用来投资嘛。账户资金的来源很重要，因为反洗钱是每个银行需要一直跟踪的，所以自己的资金来源应该是正常的。地址证明一般用信用卡账单就好了，最近3个月的账单。我填完开户之后，在柜员小姐姐那边办完之后，会收到这些信息。因为整个的开户过程，我在另外一个视频中间都讲解了，我就不在这儿讲了。这个资料是开户完成之后的资料。给我的信封里面当然就是提款卡了，打码的位置是我的提款卡的账号，这儿是提款卡的信息。由于我自己觉得提款卡没什么用，所以这个提款卡我到现在还没有从这张纸上拆下来。我打电话打到中银香港客服那儿问过这个事情，我如果不用提款卡有没有什么影响？他说是没有影响的。下面打码了，这是提款卡号码，还有另外的账户号码以及条码。这儿需要补充一下，在中银香港的柜台上，不是每一个分行都能够直接现场拉卡的。如果是说自己现场拉不到卡，就只能等香港这边平邮到自己的住址里面，平邮的话很可能中间会出一些问题，拿不到卡。我这个是运气好，在尖沙咀这个网点可以直接现场拉卡。背面是用英文介绍的一些信息，这是我当时用身份证港澳通行证以及银行开户好了号码账号给我存款的一个证明。这一张单子是开完之后给我的，账户实际上包括几个账户，包括一个港元外汇宝的储蓄账户，就是港元是单独的一个号码，其他的币种是另外的一个号码，需要注意一下。也就是使用的话，这儿应该对应的是2个号码。这个账号可以用来自己后续登录手机银行等等都可以用到。这边就是中银卡，就是提款卡的信息，包括姓名
包括账号，以及下面还开了附属账号，这个应该是自动开的。在现场的时候，他还给我开了扣账卡，这个虚拟卡，这个是万事达的扣账卡，这种卡可以在全球去消费的，持卡人姓名，然后还有扣账卡的所有的信息都有。当然，这些信息自己也可以在手机银行里面去查到。手机和网上电话银行所说的姓名和号码，这个号码跟之前这个结算号码是一致的。后面相关的账户分3个账户，港元，然后外汇宝就是其他的外币，人民币，投资服务的证券账户也有，这些都是账户所有的信息。我觉得提款卡和扣账卡，如果是自己需要，可以申请实体卡，当然虚拟卡也可以。这一张单子是中银香港，假设是说用 SWIFT 的进行转账的话，转账的一些信息，转不同的货币用不同的 SWIFT 的代码。如果是对转账有需求的话，可以把这一张纸保留好。我上一次视频的时候提到，后来我是在中银香港买的基金，那么我买了这个基金，应该是挂钩的衍生品的基金，因为当时我的评级非常高嘛，就是风险等级比较高，所以给我推荐的是这一款产品。但是这一款产品它又是属于保本的，这个利息是跟美元和港元之间的外汇的差价来挂钩的，每个月还有利息，自己觉得还不错，就买了。但是这个基金有一个限制，就是6个月之前不可以提取或终止此产品，基金的金额至少是1万港币。我当时是存了1万嘛，正好买了这个基金，美元兑港元的基金。12月份给我大概账户上的利息是60多港币，觉得还可以。基金本身我觉得看个人吧，现在只是把基金相关的申请以及单据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自己觉得买这些基金的好处是因为基金它是每个月会派发利息的，这个派发利息是直接打在自己的活期的账户，也就是储蓄账户那儿。如果是自己的账户暂时没有其他的需求的话，由于它每个月的账户的金额是在不断活动的，就不存在这一张卡被封或者是银行账户被关的一些问题。如果有一些闲置资金，可以参照我的方法去做，就寻找一些每个月可以派息的基金，放在那儿就可以不管了。这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希望大家都能顺利的拿到自己的银行账户。